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診所的阿修。今天呢，我們要來聊一個簡直是史詩級的商業故事。台灣這個地方是怎麼樣在一片看起來什麼都沒有的土地上，從零開始，一步一步打造出今天全世界都不能忽視的半導體帝國，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護國神山。這趟旅程真的充滿了各種驚險的豪賭，還有非常有遠見的布局。在我們深入這個故事之前，先給你一個數字，一個非常驚人的數字，超過90%。這是什麼意思？意思就是今天全世界最高階、製程最先進的那些半導體晶片，有超過90%的產能全部都集中在台灣。各位，這已經不只是領先嘍。這根本是一種戰略等級的絕對的主導權，光是這個數字就足以定義這座 Silicon 山在全球的分量。好，那問題就來了，一個天然資源這麼少，在1970年代又幾乎被全世界外交孤立的小島，到底是怎麼辦到的？這就是我們今天要去拆解的核心。跟你說，這真的不是什麼偶然的奇蹟，而是一場花了將近半個世紀、有遠見、決心，還有無數人的心血共同完成的一項造山工程。為了讓大家能清楚地理解這整個脈絡，我把這個故事拆成了6個章節。我們會先從不可能的山開始，感受一下當時的起點有多困難，然後進入絕望中的微光，看看那個時代的困境，接着聚焦在那個關鍵的轉捩點——豆漿店的賭注，再來是去外面學技術的西天取經之路，然後是最關鍵的策略選擇，一條沒人走過的路，最後才成就了我們今天看到的從晶片到神山的偉大事業。好，我們馬上開始。最近有一部紀錄片叫《造山者》，它的英文片名 Chip Odyssey， 我覺得翻譯成晶片奧德賽更傳神。奧德賽這個詞是來自希臘史詩，它代表的不是一趟輕鬆的旅行，而是一場經歷了千辛萬苦、漫長又艱巨的征途。用這個詞可以說是非常精準地為台灣半導體產業的發展定下了一個基調。它從來就不是一條康莊大道，而是一場充滿未知跟挑戰的遠征。接下來，我們把時間倒轉回到1970年代，也就是這個故事的起點。那個時候的台灣真的用風雨飄搖這4個字來形容，一點都不為過。當時不管是國際局勢還是內部的經濟，都面臨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你可以感受一下，當時台灣是怎麼樣接連受到重擊的。首先，在1965年，支撐了台灣戰後經濟命脈的美元、美勒直接終止。接着，1971年，台灣在外交上失去了聯合國的席次，陷入孤立。再來，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席捲全球，對台灣經濟造成嚴重衝擊，物價整個失控。最後，1979年，最重要的盟友美國宣布跟我們斷交。你想想看，在短短10幾年內，經濟、外交、能源這些重要的支柱，一個接一個倒下，整個台灣的未來可以說是充滿了巨大的不確定性。為了讓你更有感覺，我們來看一組對比。當時的台灣經濟上主要靠的是農業，還有那種附加價值很低的勞力密集加工，人均所得甚至不到300塊美金。不到300塊美金是什麼概念？這代表當時絕大多數的家庭生活都非常辛苦。而今天呢，台灣的人均所得已經突破3萬美元，經濟結構也完全不一樣了。從不到300到超過3萬，這100倍的差距，就是當時那一代人必須去面對的一個看起來幾乎不可能跨越的鴻溝。不過，你知道嗎？往往就在這種最絕望的氛圍裡面，一個足以扭轉國家命運的決定，卻在一個最平凡不過的場合誕生了。好，接下來我們就進入下一個關鍵點，這可以說是一個傳奇的開始。故事發生在1974年，地點是台北市南陽街一家叫做小星星的豆漿店。當時有幾位非常憂心台灣未來的官員，跟一位從美國回來的專家，就在這裡吃着燒餅油條，開了一場早餐會。他們在聊什麼？
他們在聊台灣產業的下一步該怎麼走，還有一個當時絕大多數人都沒聽過的名詞——積體電路，也就是 Integrated Circuit。你猜猜看，這一場後來被證明啟動了台灣科技產業幾十年榮景的早餐會，當時花了多少錢？答案是新台幣400塊，你沒聽錯，就400塊。這形成了一個非常巨大的對比。一頓400塊的早餐，催生了一個現在產值用兆來計算的產業。這也告訴我們，很多偉大的轉變，它的源頭往往就是那麼一個微小的瞬間。當時在場的關鍵人物，包含了時任經濟部長的孫運璇、財政部長李國鼎，還有一位從美國 RCA 公司回來的潘文淵博士，總共7個人。就在那間小小的豆漿店裡，他們達成了一個共識，就是台灣必須要投入資源去走半導體這條又困難，但是又充滿潛力的路。可以說，他們就是這場晶片奧德賽的領航員。OK， 方向決定了，但下一個很現實的問題馬上就來了：技術要從哪裡來？當時的台灣沒有相關的技術，沒有人才，更沒有任何經驗。所以，這群決策者制定了一套非常務實的計劃，就像是現代版的西天取經，目標很明確，直接去世界的頂點，把最關鍵的知識學回來。他們選擇的策略不是自己關起門來慢慢研究，因為時間不等人啊。他們選了一條更有效率的路，叫做技術移轉。簡單來說，就是我們付錢去跟當時技術最強的國際大廠學習，把人家整套的製程跟知識都引進到台灣來，等於是說我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這樣可以大幅縮短學習的時間。這一趟取經計劃有着非常清楚的4個步驟。第一步，鎖定目標，他們選了當時美國半導體產業的巨頭 RCA 公司。第二步，派遣團隊，精挑細選出一批最頂尖的年輕工程師，送到美國去受訓。第三步，建立基地，在台灣成立了工業技術研究院，也就是我們現在說的工研院，當作承接這些技術的核心。第四步，開枝散葉，等工研院把技術都學會、內化了，再把這些技術跟人才擴散出去，去扶持民間的產業發展。你看，整個布局是不是邏輯非常嚴謹，環環相扣？如果你正在聽，這部分非常值得你筆記一下。第一批肩負着整個國家產業轉型希望被派到美國的工程師們，他們的平均年齡只有28歲。你可以想象嗎？一群20幾歲的年輕人，背負着整個世代的期望，跑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面對的是我們今天很難想象的壓力跟挑戰。但最終，他們成功的把火種帶了回來。好，技術引進來了，工研院也在台灣成功做出了第一批晶片。故事聽到這裡，好像已經步上軌道了，對吧？但是接下來，台灣做了一個最大膽也是最關鍵的策略抉擇。這個決定在當時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家公司敢這樣做，而這也正是台灣能夠從一個追隨者一舉變成開創者的轉捩點。在那個年代，全球半導體產業的標準商業模式叫做 IDM， 也就是整合元件製造商。我用一個比喻你就懂了，它就是一家全包的餐廳，從自己有農場種菜，到廚房煮菜，再到前面服務客人，全部都自己來。當時的英特爾、三星都是這種模式，但是台灣在成立台積電的時候，卻選擇了一條完全不一樣的路，叫做晶圓代工，也就是 Foundry。這就像是我不開餐廳，我也不設計菜單，我來打造一個全世界最強的中央廚房。我的核心業務只有一個，專心把製造做到最好，為成千上百家不同的 IC 設計公司提供最頂尖的代工服務。這個只製造不設計的模式，在當時可以說是顛覆性的，市場上充滿了質疑的聲音，大家都在問，有誰會放心把自己的核心設計圖交給別人代工啊？你一家公司沒有自己的產品，那你的客戶在哪裡？幾乎沒有人看好這個模式。
但也就是這個不被看好的決定，這個極具勇氣的策略賭注，反而為台灣開創了一片全新的藍海。它徹底釋放了全世界 IC 設計的創新能量，讓無數有創意但沒有錢蓋工廠的設計公司都能夠誕生，而這些公司後來都成了台灣晶圓代工業最忠實的夥伴。好，故事來到最後一個章節了。當所有關鍵的策略都已經到位，剩下的就是靠時間去淬煉，然後等待成果的展現。從那場豆漿店的早餐會開始，經過了幾十年的專注跟累積，台灣終於把一顆一顆微小的晶片堆疊成一座全世界都無法忽視的產業巨山。晶圓代工這個創新的商業模式，不只成就了台積電，更帶動了整個台灣的產業升級。如果我們去看它的成長趨勢，那條線就像是一個非常陡峭的階梯，一路向上攀升。從1980年代的產業萌芽期，到2000年代成為全球的主要競爭者，再到今天的2020年代，成為了無法被取代的世界領導者。所以說，台灣建立的不只是一家偉大的公司，而是一個高效率、非常完整，而是極度難以複製的半導體產業生態系。我們把剛剛講的重點快速整理一下。台灣半導體的成功背後有幾個非常核心的成功原則。第一，是追求長期的願景，而不是只看眼前的短期利益。第二，是政府展現了策略性的耐心，願意去支持一個短期內可能看不到回報的關鍵產業。第三，是投資於人，從一開始就把人才當作最重要的資產。第四，是勇於走一條不同的路，選擇了當時沒有人看好的晶圓代工模式。最後是建立生態系的宏觀思維，追求的是整個產業鏈一起變好。這些原則，就算放到今天來看，還是非常有啟發性。回顧這整段歷史，真的可以說是整整一代人的青春、智慧跟汗水，為台灣打造了這座護國神山。這也引發了另一個思考，一個留給我們所有人的問題：前人造了山，那屬於我們這個世代要為未來打造的下一座山，又會是什麼呢？好，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台灣半導體的崛起，它並不是偶然，它是從1970年代國家的生存危機感開始，在一場很不起眼的早餐會中，有一群有遠見的人做出了關鍵的決策。他們透過技術移轉，快速地學到知識，並且在全世界都走 IDM 模式的時候，大膽地選擇了晶圓代工這條沒有人走過的路，最終才成就了今天的產業霸權。這個故事告訴我們，最深的困境往往是最大創新的起點，而敢於做出跟別人不一樣的選擇，才有可能開創出全新的格局。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一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